一疏福，二疏壽，三疏自在，四疏清白。这小妹不是才刚来，怎么就急着输啊？给她家人逼的。听说他爹之前在这打工失踪了，他娘在顺德为了养家累到病，上个月刚走。他娘是阿娟的表姐，阿娟看他可怜，要帮他找工，他就一直拜托阿娟帮他梳起，说以后不想靠男人。七疏大吉大利，八疏無難無災。好了，拜拜观音娘，这一世就算是完成了。以后自己做主，可不能反悔哦。我不会，我不会像我娘，到死都还在等这不负责任的丈夫回家。唉，你娘啊，也是命苦啊。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赚钱寄回家给弟妹。过2天你就可以去上工啦，很快就会领到钱，别担心。梁先生，今天赶着入仓的货还有一半，我先让兄弟们去吃个饭，补充一下体力，回头再加班。没问题，大家都辛苦了，去吃饭吧，大伙儿应该都饿坏了。你不去吃吗？你们先去吃，我把这些货先处理完。老板请到你真赚，一个人能做好几个人活。小事啦，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今晚上不会又想要睡在这吧？最近附近好几个仓库都被抢，反正我睡哪都没差，至少在这里，我看着货还是比较安心的。可是你也不可以老是一个人做啊，需要的话说一声，我跟兄弟们讲，晚上轮流来巡逻。谢谢你啊，成哥。我不在的时候就麻烦你多注意一下，快点去吃饭吧。娟姐，不好了，那个梁太家反悔了，说不要珍珠去那里工作。为什么不要我？对呀，发生什么事了？那梁太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主意啊？都怪我好心做坏事。那梁太子唠叨，说想找有经验的，说珍珠刚来又年轻，事情肯定做不好。我为了说服他，说珍珠很能干，自己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不小心把珍珠娘刚死的事说出来，他就不愿意了，说会气。俊怡，之前你不是说有个华侨商人家也在找人吗？他们还缺不缺啊？那家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行？我不怕吃苦，只要能赚钱就好。不是我不让你去，是吴家之前死了一个年轻的女佣，叫阿弟，说是他自己不小心在浴缸淹死。照我说，浴缸哪有这么容易淹死人呢？听说是吴家那个发了疯的太太把人给弄死了。之前有1、2位妈姐过去，不到2天就不干了，说那房子很古怪，家里的规矩也一大堆。对呀，那个吴家的管家方燕，虽然也是妈姐，跟我们都没往来。要不是他们家钱给的多，钱给多很好啊！你们不是都说最近来的人多，工作特别难找吗？不管怎样，有机会我还是想去试试看。我真的必须快点寄钱回家，否则我弟弟妹妹都会饿死。真是拿你没办法。好吧，让我去说一下，明天一早让你去面试。谢谢娟姨。你呀，今天没什么事，
早点休息，面试不能迟到哦。我想先去码头那边打听我爹的消息。就知道你不亲自去一趟哦，是不会死心的。现在时间不早了，快去快回啊，那里晚上不安全。知道了。他们要问你，这边可以有多少？20箱以内应该不会被发现。你不管，我今晚要你陪我。给我站住！妈的，不要给老子抓到你！啊，站住！喂，时间应该就是明晚。如果临时有变动，他们会通知你。有人，先走。你们是谁？这里是群和商行的私人地盘，请你们立刻离开。小子，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别学人逞什么英雄啊！你把这女的交给我们，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啊！抱歉，这位小姐想去哪里是她的自由，而且她看起来不想跟你们走。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个嘛，不要跑！放手！放手！放手！还不快滚！你们给我记住，我们走着瞧。你流血了。没事，小伤而已。没想到你力气还挺大的，谢谢你救了我。我才应该谢谢你帮我。那些黑帮很有可能还在附近，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今晚刚好要忙通宵，你要的话可以在这里躲一晚。你刚到不久，就遇到这些黑帮，肯定吓坏了吧？其实，比起害怕，我更生气。那些人来绑我的时候，我正在吃我阿姨给我的甜饼，他们竟然把那个饼丢在地上。那个饼真的很好吃，以前我在顺德都没有吃过，就这样没了。你一定觉得我很怪。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梁文辉，文章的文，光辉的辉。我叫顾珍珠，就是贝壳里面那种珍珠。珍珠。要经历了磨难，才能得到的美丽。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啊，对了，这个戴在身上防身。现在外面很乱，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我就在这里工作，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我。谢谢。
珍珠。那个吴家的管家方燕，虽然也是妈姐，跟我们都没往来。站好。张大点。我没有长头虱，真的。好了，没什么问题，坐下。这是主人提供的早餐，吃吧。你在外面没听说过这里的传言吗？传言通常都不是真的，听过也不用记得。很好，我叫秦芳燕，以后就叫我芳姐。吃完后回去收拾行李搬过来，明天正式上工。我有工作啦，谢谢芳姐。啊，谢谢芳姐。拜托，我可没有害你，你安心上路，千万别来找我。怎么又在烧啊？因为那些脚印哦，它好啦，不要再说了。珍珠，这是厨房的老许，这是阿慧，她负责小姐和小少爷。以后你就跟他们多学习。老许好，慧姐好，以后请多指教。珍珠，欢迎你来啊！走吧，我带你去佣人房。又一个新来的，不知道这个能撑几天呢？谁知道，自从阿弟出事以后，太太越来越恐怖，还有那些奇怪的脚印。我看这个八成也很快就会被吓跑了吧。这里就是你跟阿慧的房间，阿慧睡这张床，你就睡里面吧。自己整理整理。谢谢芳姐。新来的，慧姐，不要说我没先告诉你，你这张床可不太吉利。你知道那个淹死的女佣吧？这张床之前是她睡过的。没关系，我倒是觉得很吉利，能找到这份工，已经是我最近发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很好啊，希望你能一直这样想。
走开，别挡住我。老师，我就知道是你了。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当然不可以，你答应过我的。你是老师，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你说的哦，那就说定了，我一定会等你回来切蛋糕。到时见。你偷听我讲话？小姐，没有。我警告你，你最好不要像之前那个阿弟一样讨人厌，恶心死了！擦干净点。是，小姐。芳姐，我听到有人尖叫，是太太吗？做你该做的事就好。主卧那儿没有我和先生的允许，不准进入。是，芳姐。先生，太太又把你抓伤了，下一回还是让我去喂太太吃药吧。这算得了什么？照顾莹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再说，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因为她而受伤？太太怎么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不过她喝了这个药之后，确实是平静了许多。就继续让她喝吧。是的。这个带在身上防身。现在外面很乱，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我就在这里工作，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我。谢谢。太太，太太，您在里面吗？
快点！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是说过不准进来这里吗？出去！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先生，方燕呢？芳姐在里面。听好了，我现在所说的每个规矩，你都得牢牢记住，懂吗？第一，晚上10点过后，除非主人的要求，否则不准进入主宅和前院。第二，不要过问这里任何奇怪声音，无论是唱歌或喊叫，你都当作没听见。第三，不管什么时候，未经允许，都不准进入主卧。你刚刚那样就是大忌。先生看你是新来的，不懂，所以没有罚你。从今以后，每一条都必须确实遵守，否则小心工作不保。记住了吗？记住了，芳姐。去睡，明天一样，6点起床，晚1分钟都不行。小姐，你的礼服送到了。爸爸，怎样？这可是我用哥哥从伦敦寄来给我的丝绸定做的，好看吗？好看，我的女儿穿什么都好看。我说你哥啊，从伦敦回来一定会吓一跳。4年不见，你就已经长这么大了。哥哥回来了。马上就到，我这就去接他。阿慧，帮我把衣服拿进房间，我要先试穿一下。好的。其他人呢？先生和大少爷正在回来的路上，等他们到，我就去请太太出来用餐。你确定我妈妈今天的状态可以吗？那老师呢？老师回来了吗？他也还没到，不过我有打电话回公司确认，他已经离开了。小姐，你要不要先坐下等一会儿？都没让我做什么做。那个新来的女佣呢？为什么弄脏我的衣服？我不是说过这衣服的料子很贵吗？弄脏了你赔得起？小姐，这不是我弄脏的。不是你是谁？放手！小姐，这真的不是我弄脏的，而且这点脏没什么，我很快就可以把它清干净。你要不要先脱下来？没什么，这布料是从伦敦专程送来的，比你1年的工钱还贵，你竟敢说没什么？小姐，既然你已经打过我了，可以让我先处理好衣服吗？这料子越快处理，越不容易留下痕迹。我打你又怎样？这是我新闻庆祝18岁生日要穿的衣服，你拿去处理，那我要穿什么？是谁让你这么生气啊？老师，你回来了，还不是这个女佣弄脏我的衣服，又不肯承认，我才会这么气。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看过天丽小姐对任何人那么凶过，做错事就要承认，
请求小姐原谅。你知道，如果换成是别人家，你应该已经被解雇了吗？对不起，是我的错。你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是田丽小姐。对不起，小姐，请你原谅我。田丽，这个女佣是新来的吧？刚来笨手笨脚也是难免的。你平时那么大方，加上今天是你生日，不应该生气的。要不，再给她一个机会。既然你知道错了，等等帮我把衣服清洗干净，我就原谅你。还不快你谢谢小姐那么宽宏大量。谢谢小姐，我一定会把衣服处理好的。你先下去吧。老师，我的生日礼物呢？你该不会忘了吧？当然不会忘记。来，坐下来。这是老师准备给你的，生日快乐。这音乐好美，我很喜欢。为什么你每次都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在想，其实你什么都不缺，就送一个你看着可以心情愉快的小东西。芳姐，太太不是平常都不出来用餐，今天……待会儿不要随便开口，也不要做多余的事。太太，今天是小姐的生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伺候你更衣。太太，吴天丽，哥哥，真的是你吗？哇，你长得这么高了，过来，哥哥抱一下。吴天琪，怎么啦？不认得我了？他对谁都这样，不用管他。哥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那当然啦，今天可是我宝贝妹妹18岁生日，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赶着回来的。对了，Happy Birthday！ 谢谢哥哥。爸爸，哎，我的生日礼物呢？你怎么可能忘记？不要再装啦！真抱歉。老板，哎，你不要卖关子了，你叫我准备的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儿就给天丽。是啊，你们看我这女儿马上就板着脸了，爸爸是逗着你玩的。谢谢爸爸。哦，哥哥，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梁文辉，爸爸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的家教老师。老师，这是我常和你提起的哥哥天华。天华少爷，幸会。幸会。天华，最近时局不稳，多亏文辉，公司才能够正常运作。他的确是帮了我不少的忙。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应该合得来，将来就多交流交流。一定的，爸爸。太太，你没事吧？你们想要干什么？今天是小姐的生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先生也回来了。不要碰我！出去！出去！出去！走开！
出去。今年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对了，你在伦敦日子还过得好吗？我原本还以为你会在那里待一段日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I've gained a lot of new knowledge during my 4-year stay in London, which I believe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company. Furthermore, I do miss the family. Good. I'm glad that you're home now, and I'm sure you'll be of great help. We've missed you so much, Louis. It's so good to have you back. Margaret, I remember you were always excellent in your studies. So why do you need tutoring? Well, now that I'm back, you can always come to me for help. 你之前又不在，有文辉帮我和天琪看功课，我们的课业才没出什么问题呢。啊，对了，明天我打算带天华到办公室还有仓库去看一下，让他早一点能够熟悉公司的业务。这样吧，文辉，你明天也一起来。好，没问题。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不准你们谈公事。好，好，好，今天是你生日，你最大啊！先生，太太今晚不能出来用餐。还好他不会出来。妈妈最近的状况很糟吗？也还好，可能也就是比较累吧。哎，今天是天丽的生日，你也刚刚回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庆祝一下。来 ，Cheers，Welcome home，Happy birthday。 Thank you。刚刚真的谢谢你，就当做是你之前帮我赶走坏人的回礼吧。不过说真的，这也太巧了，你找的新工作竟然是我老板的家。没想到会这样再次碰到你，而且要不是你，我可能现在已经没工作了。天丽小姐从小被宠坏了，总觉得世界应该围着她绕，自然而然脾气也不好。不过她本性是不坏的，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正面跟她起冲突。你放心吧，我会尽量帮你避免和她接触的。哦，我们彼此认识的事还是暂时保密，我不想带给你更多麻烦。知道了。就当做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我有件事想问问你，是关于太太的。太太怎么了吗？我进来之前，听说太太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刚刚我跟芳姐去伺候她的时候，她也突然情绪很激动，把我们赶出来。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太太的精神状况一直以来都不是很稳定，照顾她的时候，自己多小心就可以了。之前那个叫阿弟的女佣，听说是在浴缸里淹死的。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吗？据我所知，她在出事之前已经喝醉了，所以才会发生那种意外。听说她走了之后，家里就开始有……这些都是乱传的。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我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也没有碰到。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希望是我想太多吧。就是你想太多。来，吃点饼干，让精神恢复一下。这是天华少爷特地从英国带回来的，我觉得味道不错，就拿了一份给你。
试一下。怎么样？好吃。不要一直跟着我，你不要乱说，不是我，是他。我没有，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走开，走开。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要听，走开啊！妈妈，你怎么了？天华，你没事吧？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哇，可能还不太习惯这里的天气，好像失眠了。哦，对了，你刚才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餐？是身体不舒服吗？天华，你要去英国了，那里天气很冷，记得要多带点衣服。到了那里，你要买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啊。妈妈，你在说什么？我刚从英国回来的啊。别贪玩了，已经很晚了，去睡吧。妈妈。抱歉，我不该离开你的。除了石勒坡以外，很多南马一带的商家也是我们的客户。你对公司的业务这么熟悉，那你真正的职务到底是什么？严格来说，我只负责管理货仓，但我也会帮忙处理和一些本地商家在业务上的往来。概括来说，我就是一名杂工。那就表示公司很多重要的决策都会经过你。你这个杂工的职务还真是重要。所以少爷，你现在回来真的太好了，以后这些重要的事情都会由你来做决定。是啊，天华，以后你就好好的表现啊。Good day, sir. How may I assist you? I'm here for him. From today onwards, I'm in charge here. Any matters regarding imports or exports, you can come to me. Very well. What's the progress on my recently inquired shipment? Well, just give me a second. Mrs. Smith, with regard to your whiskey shipment, we've made a detailed inquiry, and there are no issues with the timing. I knew you were reliable and efficient. Allow me to introduce to you. This is Louis. He's the son of my boss. From today onwards, he will also b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warehouse. This is Mr. Smith. His family owns a whiskey distillery in England. Pleasure to meet you. And you. 怎么样？你回来了，还习惯吗？没什么不习惯的。我13岁，你们就送我去香港念寄宿学校，后来又去英国念大学，早就习惯四海为家了。我知道，你前些日子吃了不少的苦头。或许有一天你会感激我，给了你一个学习独立的机会。反正都结束了，现在我已经回家了。是啊，你知道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了很久了。来，我们一起共创吴家的未来。Cheers。爸爸，有件事我蛮好奇的。说吧。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梁文辉，还让他在公司里掌管部分的管理权？梁文辉是一个很有能力，而且很肯做的员工，再加上他是本地人，
他的确是帮了我不少的忙。你觉得这有问题？我觉得他的权力太大了。文辉曾经在柔佛救了我一命，事后却没有要求酬金，他只是要求在我身边多学习。其实我并没有给他什么很大的权利，只不过是让他管理多一些公司的杂务而已。这种表面上什么都不要的人，才可怕。心里不知在打什么算盘。你这么信任他，万一他对公司有什么企图，就很难提防啦。好啦，这下你回来了。你要是不信任梁文辉，那你就多和他接触。一方面是了解公司的业务，另一方面是帮我看着他，这总行了吧？来，放这里。快点！听说阿芳安排你去照顾太太啊？我只见过他一次，还好吧，总好过去照顾小姐。那也不见得，照顾小姐至少没有危险。什么危险？没什么了。我是说，总之呢，你自己多注意啊，小心点。这次写的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字，有进步啊。你还有什么作业要我看，还是有遇到什么问题吗？老师，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你是不是因为阿弟的事，所以想知道他去了哪里？阿弟是个好人，他现在应该在天堂吧？可是我听到有人说，妈妈被阿弟的鬼魂附身了，所以一直乱发脾气。老师，什么是附身？阿弟真的变成妈妈了吗？当然不是，是谁跟你这样乱说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你不要理会。天琪，这世上是没有鬼的。来，吃点蛋糕。这个蛋糕很丑。那你不要吃，都给老师一个人吃。不行，我要吃。天琪，你是不是很喜欢珍珠？那老师，你喜欢珍珠吗？
中国和日本现在是越打越凶，以这样的情况看来，我们迟早是会受影响的。我倒觉得没什么好被影响的，这里有英国政府在，根本不用担心。爸爸，你知道大英帝国海军有多强吧？这些什么抗日募款，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文慧啊，仓库那边怎么样了？最近码头区域的确比较乱，可是我们早有准备，现在晚上都会加派人手，多加巡逻。还是你想的周到，早有安排。我看你也很常晚上去仓库，需要那么多人吗？工人白天工作真的很耗体力的，我反正睡哪都不差，所以最近经常睡在仓库里，顺便看着那些货。你还真是尽忠职守。文辉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总是会为公司设想。你呀，这方面得好好的向文辉学习啊。坐吧。你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吗？刚来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孤单，跟我最亲的哥哥不在我身边，也没有朋友。爸爸一直忙着工作，妈妈那种状况根本也顾不到我。时间久了，我真的很郁闷，心里总是有一股怒气，想毁灭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我自己。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我不来！你不要乱来！这是人逼我的！这是人逼我的！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听我说。你相信我，我会像哥哥一样，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文辉，在我最迷惘、最绝望的时候，你总是适时出现在我的身边。这段时间以来，你陪我度过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你，或许我已经撑不下去了。身为你的老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也很开心你能度过那一段时间。可是现在天华少爷回来了，你以后不会再孤单了。我知道你是责任感很重的人，这也是我喜欢你的一点。天丽啊，你还很年轻，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其他的男生。其实你对我的那种感觉，并不是爱情啊。不，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你不喜欢我吗？我当然喜欢你，可是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喜爱，是哥哥对妹妹的。我不要再当你的学生，我也不是你妹妹。天丽，你那么聪明，一定能想明白的。文辉，你是属于我的，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鬼子最近把口岸全占了，想要断绝我们的外援。上面决定加快行动，尽快把所有军火集结，经由缅甸送进南方，支援抗战。好，我这里随时待命。上面知道你对缅甸这条路线算是熟悉，你愿意负责这一次运送任务吗？这一次的任务跟之前不同，随时要有牺牲的准备。
也不用急着答复。你想清楚了，才做决定。你知道那个淹死的女佣吧？这张床之前是她睡过的。这是你在枕头里找到的？你觉得这是阿弟的吗？这个耳环看起来很贵重，应该不是阿弟的。难道阿弟偷了太太或小姐的东西？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东西放在你那里，恐怕会有不必要的麻烦。不如由我来保管吧。怎么了？你在想什么？我看太太这么怪异，会不会是阿弟真的上了她的身？你啊，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去管老板家的事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记住，如果遇上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谢谢。老师，你在哪里？天丽，我在这里，怎么了？陪我喝下午茶。哦。我正要找你，芳姐，快去太太的浴室放水，伺候太太。是芳姐。
刚刚发生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懂吗？去把衣服换了，快点！进来吧。先生，珍珠来了。珍珠，你还好吗？没被吓坏吧？先生，我没事。自从莹莹看到阿弟出事之后，她的情绪一直都很不好，可能是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方燕，这样吧，就让阿慧跟珍珠换一下工作。好，先生，我不用换工作。没关系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恐怕你以后也不太敢面对太太了。我敢。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继续照顾太太，真的。你不害怕？我知道太太不是故意的，这只是意外，以后我会更小心。先生，请你和太太再给我一次机会。那好吧，我就先谢谢你对太太的尽心。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要有什么事，就找方燕或者找我。谢谢先生。太太，就麻烦你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刚刚喝了姜汤，已经没事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太太的情况会这么糟，竟然会想伤害人。其实，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事。什么事啊？我觉得阿弟的死很有可能不是意外。今天太太把我压进水里之后，突然好像被什么吓到似的，感觉像是想起了什么，显得很害怕。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不让他起来。”不让他起来，会不会只是凑巧？太太一直以来都有妄想的毛病，常常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也不见得是事实。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那是不是真的有人害死阿弟？这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更何况，阿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外面很乱，你又才刚开始工作，最好不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上身。我只是觉得，太太不像大家说的那样疯。而且，如果阿弟是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更应该小心了。因为凶手可能就在我们当中。你这样一查，万一被发现，不是更危险吗？我不怕危险，我只想要找到真相。我知道你很勇敢，可是你要为了在家乡的弟妹保护自己，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着你。你听我说，最近这段时间，除了工作，你什么事都不要管，晚上就待在房子里，知道吗？老师，你在哪里？小少爷想问你功课。我现在就过去。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的，小心为上。你也是有心啊，才会想到做这个给太太吃。没有啦，毕竟我是新人，太太不认识我，所以我想拉近点距离。而且，太太离家乡这么远，她应该很想家，做点她熟悉的味道，说不定会让她开心一点。就是刚才你突然问我啊，太太有没有喜欢什么家乡甜品，我就想到这个。以前有段时间，她经常要我做，她说吃了这个法鲁达就好像回到缅甸一样。你知道先生跟太太为什么会搬来石勒坡吗？这个，听说
太太的娘家在缅甸是很有钱的，他舅舅也在这里做生意，可是几年前意外身亡，因为没有结婚，所以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太太继承，还包括先生现在的公司。太太，你今天没吃什么，我做了甜品，您吃一点好吗？法鲁达，好久没吃了。您要是喜欢，我之后可以常做给你。他以前也会常用这个来逗我开心的。你是说先生吗？他对你真好。太太，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不要吃，我不要吃，不要骗我吃！太太，没有人骗你。千万不要相信，这屋子里ਰਹਿ了一个人。千万不要相信，这屋子里ਰਹਿ了一个人。珍珠，芳姐，这么迟了，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只是起来喝杯水。喝完了吗？这边突破应该比较容易，这里更是隐秘。这个计划越少人知道越好。梁文辉，这是被我逮到了吧？你在这鬼鬼祟祟想干嘛？这个人又是谁？少爷，我是阿成。少爷，最近日本鬼子蠢蠢欲动，治安也很差，已经有好几个仓库被打抢了。我和阿成正在演练，如果有人盯上我们的仓库，会从哪里下手？所以就叫他蒙着面当坏人。当我是傻的啊？这种事需要大半夜才能做吗？少爷，白天人来人往的，打抢都在这个时候，这样练习才会逼真。哎，你看，梁先生还画了张图。少爷，如果你有空，你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讨论。我才不跟你们没事找事。这里有大英帝国的政府在，治安能乱到哪里去？多此一举。少爷慢走。幸好你早发现他有疑心，故意演这场戏。希望可以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我们最近还是小心一点。组织很快便会有行动时间。好，等你通知。好。
对不起，撞到你啊！我敬你一杯，可以醉行啊？不需要。大家要敬你一杯酒，你这是什么态度啊？知不知道我是谁啊？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放手！我叫文彦会，鬼子有动静，注意火。大爷今天就放了你。不知道文辉啊，今天还回不回来吃啊？老许，芳姐。哎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哎，我正在想着你今天还回不回来吃饭。哎，拿个碗来，一起吃。我从外面就闻到香气了。今天做的什么好菜？哈哈，就是家常便饭啦。还是你做的家常菜好吃。为了这些菜，每天特地跑回来吃午饭，不嫌麻烦啊？最近总是觉得肠胃不舒服，外面的食物是很方便，不过又油又不干净，还是回来吃点简单的饭菜比较好。对啦，虽然我老许做的菜呢，菜色很普通，可是味道绝对一流的。主要的是你回来和大家一起吃就热闹嘛，对吧，珍珠？啊，这，怎么样？我拿杯水给你。今天你糖下了多了。哦，吃吧。大小姐，你来找梁先生啊？他在吗？他回老板家了，最近午饭他都在那儿吃。最近？是啊，他说他肠胃不好，还是家里的饭菜比较合胃口。去吧，没你的事了。爸爸，在烦公司的事。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欧洲现在打仗，而中国和日本的战况也越来越激烈，看来这是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的。都不用等外面的人影响我们，我们内部就有很大的问题啦。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个梁文辉啊，那天我看他深夜鬼鬼祟祟的出门，就跟踪他去仓库。原来是那件事情。其实文辉他已经告诉我了，都是一场误会。那么迫不及待的告诉你，他是心虚吧？瞎扯什么日本鬼子抢劫什么，我就不相信那些日本人敢在英国的地盘上作乱。最近的治安确实是很不好。不过阿成已经是老员工了，而文辉加入了全和之后，做事情一直都是尽心尽力的。他们都愿意多花时间帮公司，你这个做主管的应该要多支持他们。好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自家人就不应该搞内讧。哎，对了，下个星期有个华侨商会晚宴，来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客户。往年都是文辉陪我去，不过今年你回来了，当然是由你来陪我去。我也希望能够介绍这一些重要的人物给你认识。
芳姐，这是太太在喝的汤药吗？对，这是太太专喝的安神汤。好香。这里面都是珍贵的药材，是先生特地为太太准备的，普通人可喝不起。看来这世界上还有好丈夫，像先生一样这样对太太不离不弃，真的很难得。你先去看太太，我随后过来。我来帮你吧，要下雨了。谢谢，下次我自己来就好。只是举手之劳。之前我也经常帮阿弟的，小事。老师，我们该上课了。小姐，好，我们现在就过去。啊，烫死了！是我不小心。小姐，你今天好像特别不开心，发生了什么事？还不是那个新来的女佣，我看到她在晒衣场跟老师眉来眼去，分明就是想勾引老师。这个新来的还真厉害，才来没多久，屋子里多半的人都被他收买了。你这什么意思？小姐，你不知道，他之前被太太在浴室压头呛水，却跟先生说愿意继续照顾太太，还会做甜品讨小少爷欢心，连老许和芳姐都帮着他。其实还有一件事，我之前只是看到一眼，所以不敢乱说。说，你生日那晚不是骂了他吗？后来我看到他和老师单独在后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老师还拿了点心给他吃。缝的怎么样？快好了。干嘛这样看着我？我是看你最近帮我处理衣服，都处理得不错，所以就让你尝尝看这个英国进口的瑞可可，你应该没喝过吧？谢谢小姐。怎么了？不敢喝啊？好香。文慧，
怎么了？看来这曼陀罗花的效果挺好，茵茵喝了之后就睡了。药铺的医师有特别交代，这花一点点就能让人昏睡，用量要特别注意。继续每天熬给他喝，慢慢观察效果。小姐，你看，这耳环是老师给我的，好看吧？这是你在枕头里找到的？你觉得这是阿弟的吗？这个耳环看起来很贵重，应该不是阿弟的。难道阿弟偷了太太或小姐的东西？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东西放在你那里，恐怕会有不必要的麻烦。不如由我来保管吧。我问你，那些是什么？老板，这些军火都是抗日物资，预备要运到南方支援抗战。我知道我不应该利用公司的仓库，可是抗日战况紧急，我只是想尽一份力。对不起，一直瞒着你。我今晚过来，是想要证明天华对你的猜想是错误的。这件事可比你对公司有非分之想还要麻烦。老板，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牵连公司的。但如果你坚持要报警，好了，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报警的。我虽然出生在缅甸，但是我还是个华人，绝对不能够看到日本人耀武扬威。你放心吧，就当成我不知道。仓库你继续用，但是一定要小心。谢谢你，老板。今天这件事算是给你一个警告，你给我听好，要是不想跟阿弟一样，你最好离老师远一点。老板，少爷，早。哎，文辉，你来了，来，你看看这个。看来南洋有可能避免战争。我早就说过，大英帝国的实力坚强，现在还有美国当盟军，日本人想打过来根本就是做梦。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日本人，只是多做准备，那会比较好。爸爸，那些华侨商会的人说什么？中国要是没了我们就会完蛋。What nonsense！ 大家都忘了吗？这里可是英国的领地，日本人哪敢乱来？要我说，那些筹款抗日的活动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人已到齐，开始吧。上面说，现在组织内可能已经有鬼子潜入，大家暂时不动，各自看好手上军火。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决定，最后货要集中到哪里，路线部分也必须讨论。必须至少想好2条路线当做备案，以免有任何意外。是谁？
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必须灭口。她是我工作地方的妈姐，不是什么间谍。她一路跟踪你来到这里都没被发现，还在外面偷听，一定有鬼，我们不能冒险。说得对。对。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怀疑老师做坏事，所以才会一路跟着他。我用性命向各位同志担保，他跟鬼子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没事吧？原来你真正的身份是抗日分子。之前很多事情不能跟你明说，一方面是我需要这份工作作为掩护，再来，我是担心你的安全。这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难怪，我总觉得你好像有很多秘密，要我晚上别出门，偏偏你又偷跑出去。阿弟的事也是，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你不应该跟着我过来的。你知道你刚刚很有可能会死吗？我不怕死，我只怕死得不明不白。阿弟的耳环为什么会在小姐的手上？进来吧。这是珍珠从阿弟的枕头里找到的，很有可能是阿弟从太太那里拿来的。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追究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想麻烦老板转交回给太太。天丽在学校2天前得了奖，你就把它当成是礼物送给他，从你手中得到，他会更高兴的。当时我没有告诉你，是不想让你牵扯太多。是我太多疑了。其实，如果不是你多疑跟过来，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这件事这么危险，你为什么还想做？因为我不相信英国人会真正在乎我们这些华人。一旦抗战失败，那些日本人就会立刻南下，到时候我们也会很惨。所以必须自己站出来，就算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你让我加入你们吧，我也想尽一份力。不行，这件事情太危险了，随时都可能出事的。顺德沦陷，弟妹生死未卜。如果能做一点有价值的事，他们不会怪我的。早。早，陈先生早。早。成哥呢？成哥啊，今早好像没看到他。成哥昨晚就不在了，我看是喝酒找女人去了，累到起不来。梁先生，成哥应该等一下就来了，他来我再要他去找你。好，那你们先去忙吧。太太，该喝药了。我不要喝。太太，我知道汤药很难喝，但是对您的身体好，所以您多少喝一点。有毒，汤药有毒，我不要喝。这怎么会有毒？还是怕烫？
这耳环是老师给我的，好看吧？老板，结账。谢谢，下回再来。老板，来一份油条。好的。太太有把药喝完吗？太太好像不喜欢喝，她一直把药推开，所以就弄洒了一些。你知道这些药材多珍贵？之前先生被太太抓伤了，也要他把药喝完。以后不要再弄洒了，知道吗？知道了，芳姐。你怀疑天丽给他妈妈下药？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先查清楚汤药里面到底是放了什么。你如果要查，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嗯，我会小心的。你看起来很累，公司的事。组织的事。我刚收到了密报，阿成投靠日本人。虽然现在老板让我们把军火藏在仓库里，但我必须尽快把军火移到阿成不知道的地方。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到你的吗？这是阿成的照片。你最近如果有机会出门，帮我去日本人聚集的区域走一走，看看他有没有在那一带出现。谢谢你。好，我帮你们。群河在蔡厝港有一个旧货场，已经很久没有用了，里头大概也就是一些旧货物，而且附近都没有什么人，你就暂时先拿去用。老板，你是说真的吗？我知道你们应该也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来找我帮忙。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顾及到公司还有家人的安全。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待的时间太长。你放心，我们只是急需一个暂时的藏匿处，绝对不会用太久的。听你这么说，你应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工作的事，我一定会处理到一段落的。这都不重要，我只是有点不舍得，毕竟这段日子你帮了我不少忙。不过男儿志在四方。你有为国家奉献的心，我完全能够理解。祝你们一切顺利。
老外，真的谢谢你。记得，如果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找我，我一定会帮你们。凭什么要我配合他？我没有要你配合任何人。最近刚好是公司进货的高峰期，文辉正好在忙着，你呢就暂时先到办公室先看看账目，交接的事情就等到文辉忙完了之后再说吧。他只不过是个员工，我什么时候找他，他就该配合我，不是吗？公司最近进了一大批货，文辉需要专心的去处理。以往也是这样，只要仓库一开始忙起来，我多半都不会去找他，这样子文辉就不用分心了。文辉，你开口闭口都是文辉。公司没有文辉不行吗？难道我连个工人都不如？你才刚从国外回来，对于公司的运作当然不如文辉。我也只不过是要你暂时不要去找他，让他忙完他该忙的事情，这也是在为公司着想嘛，不是吗？爸爸，你这么重用他，该不是觉得他很像你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像当年你娶妈妈那样？你是想让梁文辉娶天丽，帮你管公司吗？你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你还真的是你妈的儿子，连脑子也跟他一样有问题。我还以为我把你送出国，可以让你多念点书，增广见闻，看来我是白费了力气。我跟妈妈一样，难道我是妈妈一个人生的啊？你看看你的态度，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爸爸？我只不过是要你多为公司着想，你居然这样子跟我说话。你要是还有一点脑的话，你就好好的给我反省反省，可不能让外头的人认为我吴兴邦的儿子是个废物。你给我滚出去！あと任せた。断じてあいつらにバレないように私からコウさんに報告してくる。私はいたしますので心配しないようにコウさんにお伝えください。証拠が何も残らないようにいたします。分かった。妈妈，我进来了。今天爸爸说，我跟你一样，脑子有问题。他还真厉害。一次把我和你都骂了。你才没问题。谁说你有问题了？妈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听你爸乱说。你很好，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怪我，没能好好保护你们。送你去英国是对的，至少离他远一点。妈妈，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妈妈，你刚刚是说爸爸吗？为什么要离他远一点？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出去！出去！好，可以了。哎，那边好像有动静，你们快点过去，到那里会有人跟你们接应的。好。你们是谁？想干嘛？你偷自己公司的东西，还敢这么嚣张？没话说啊！不要脸的小偷！是啊！太太，这么迟了，你要去哪儿？还是回屋吧。要是出了什么事，先生又会怪我的。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刚才有人来这里找麻烦，我就跟他们打了一架。你不要担心，小伤而已。那些人为什么来找麻烦？因为阿成的事，老板把一间在菜作港的旧货仓暂时借给我们。今晚我和一个兄弟想把这些军火转运过去了。你们被日本人发现了？对不起。没关系。今晚来的人不是日本鬼子，是少爷找来的。他也是看我不顺眼，怀疑我对公司有所企图，就找人跟踪我，想找到我背叛公司的证据。你已经受伤了，如果他们又回来怎么办？今晚我会在这里陪你。看来我真的应该感谢那两个流氓。如果不是他们弄伤我，我都不知道你其实那么在乎我。不管谁受伤，我都会担心的。
这是教我英文的传教士留给我的。在西方，这代表一生一世的约定。他跟我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留下的一个遗憾。希望我找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时，可以用这对戒指和彼此许下一生的承诺。珍珠，对我来说，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你愿意为我放下自初的身份，戴上这枚戒指吗？怎么了？我只是觉得自己很自私，明明知道随时都可能遇上危险，还敢在这里跟你谈什么一生一世。和你共度这一夜，对我来说就是一生一世。你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你愿意为了我放下自初的身份，戴上这枚戒指吗？进来吧。先生，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最近太太越来越抗拒喝药，我觉得她好像知道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照原定时间下手？加重曼陀罗花的分量，尽量让她喝，引发她的幻觉，让她看起来更疯一点。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太太疯了。你背着我，跟其他的女人在外面乱来，还想要杀我，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了。发生什么事？什么东西打破了？你妈她又发作了，她说我要害她，还说我在外头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爸爸他要害我，他要杀我，你要帮我啊！妈妈，典礼你够了！爸爸怎么可能害你？就是嘛，莹莹，你别再胡闹了，该是时候吃药了。你先出去吧，这里危险。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走开，走开，走开！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先生，先生，我听到声音，需要帮忙吗？
先生，你脸受伤了，一定很痛吧？我没事。太太睡着了。我们不是可以动手了吗？天华才刚回来不久，我要他真的觉得英英她真的是疯了，才不会有所怀疑。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等1个多月左右吧。1个多月，可是太太现在越来越难控制，我怕撑不了那么久。先生，再拖下去，我担心会被发现。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白忙。我们事先说好的数目，我加倍给你，这你总愿意吧？你想想，得到了这笔钱之后，你们以后的日子也就不用愁了，不是吗？芳姐，少爷，在拔什么？这个是有镇定效果的植物，先生要我每天放一点在太太喝的安神汤药里，太太喝了会比较平静。好。厦门对你这次的情报非常满意，利用那个阿琼，反将这些抗日分子一阵，还让他们把军火集中到你的地方。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担心会出意外，所以决定把军火运到缅甸。应该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很好，我立刻汇报铃木大佐，你这次做的这么漂亮，大佐一定会好好谢谢你。请大佐放心，有美月在，一定很快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是铃木大佐送给你的谢礼，我已经成功进入了他们的组织。虽然没有人看过我的脸，但之后可能不方便和你见面，会有一个叫三岛的男人和你联络。你不怕危险吗？我们的目的不同，你是为了钱，而我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荣耀。若真能为天皇而死，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事还要靠你继续帮忙。那批军火绝不能出马来亚。事成之后，大佐之前承诺过的黄金，马上就会送到你手上。好，替我谢铃木大佐。老板，少爷，对不起啊，来晚了。没关系，坐吧。我看你今天比较早回来，仓库的事都忙完了？已经差不多了。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补课？老板，
其实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请一个长假的。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父亲生病了，一个人在家没有人照顾，我想回去一阵子，照顾他。原来是这样，那你是一定得要回去。什么时候出发？越快越好。我想今晚就走。那么快？那你要回去多久？我也当然希望我家父母能够早日康复，不过最快也需要1个多月吧。啊？好吧，那就预祝你父亲早日康复，你也早点回来。谢谢你，老板。你这样突然请假，难道你不担心回来没有你的位置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应该找一份新的工作了。哥哥，你不要乱讲。文辉只是请假，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好了，大家吃饭吧。老师，你到底觉得我哪里不够好啊？你没有什么不够好的，你不要这么想。田丽，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那你为什么不爱我？田丽，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当你遇到一个真正与你相爱的人的时候，你会包容彼此的一切，无论缺点或优点，都会互相欣赏，彼此谅解。如果我遇不到这样的人呢？会的。可是，在这之前，你一定要学会欣赏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放下心里的成见。总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那个无条件爱你的人。虽然知道你只是回乡，可是这个乱世什么也说不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得好好的喝几杯，啊！愿我们可以平安度过这个乱世。干！干杯！好了，兄弟，我现在酒力也不行了，喝2杯就晕了，我回房睡觉了。好，保重啊，保重。要珍惜哦。我知道你不是回乡，这次路上危险重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你不要想这些，你一定可以化险为夷。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以前我总是觉得，为了国家死不足惜，可是现在，
我要努力活着，回来和你相聚。一定要答应我，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很晚了，就送到这里吧。我想再陪你走走。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会担心的。喂，这里是吴公馆，请问找谁？请问 Ko 吴老板在吗？私からコウさんに報告して。私はいたしますので心配しないように Ko さんにお伝えください。请稍等，我去看看。是找我的吗？先生，喂，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他们要准备出发的时候，你才动手。就在仓库。干嘛？敢投胎啊！珍珠，你要去哪儿？芳姐，我临时有事，要赶回姑婆屋一趟，明天一早就回来。工作都做完了吗？都做完了。芳姐，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我先走了。这么赶去做什么？去救命！万一我们原本计划的路线发生任何状况，这条路可以当做备案。但这条路走起来会比原本的多花上2天。可是这也没有办法。阿成失踪后下落不明，现在敌暗我明，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觉，做好万全的准备。
鬼子要是知道这批货，肯定想尽办法阻拦。这地方除了我们和群和那个吴老板，还有什么人知道？没有。我们最好尽快出发。开货车的同志快到了吧？我去外面看一下。总之，这次行动必须要有备案，一发现有可疑之处，我们就互相通报。你觉得阿成真的被鬼子吸收了吗？我不愿意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情，可是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总觉得最近一连串的事发生的太快了。那个吴老板把这地方借给你，应该没有问题吧？留得青山在，快走！小心！快走！快走！文推。起来，起来，爹，快跑，走！文推，你撑着点，你还没事的啊！文推，你撑着。珍珠，要是我早点来就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珍珠，对不起。我不能履行跟你的承诺了。你不会有事的，文推。你撑着一点。珍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追究。你不会有事，撑着。好好活下去。珍珠，我答应你，你不用担心。为了你，我会保护自己。文慧，文慧，你不要，文慧不要，文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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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是教我英文的传教士留给我的。在西方，这代表一生一世的约定。珍珠，对我来说，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别伤心。这耳环是以前先生送给我的，送给你。这耳环跟阿弟的一样。太太，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走开！出去啊！怎么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我刚刚接到警方的通知，我们公司的旧仓库前晚发生了爆炸。警方也查出是一群抗日分子被炸死在仓库里，而其中文慧也在里头。不可能，老师怎么会是什么抗日分子？他不是回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吗？我也不愿意接受这是事实。我更加万万没有想到，文辉竟然会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利用公司的仓库藏匿军火。不，他们一定搞错了。老师不是这种人。你觉得阿成真的被鬼子吸收了吗？我不愿意相信他会这么做，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总觉得最近一连串事情发生的太快。那个吴老板把这地方借给你，应该没有问题吧？这都是你爸爸害的！
做了什么？他假装好心，把旧仓库借给文辉强力军火。可是我在家听到，他和一个日本女人讲电话，说什么在仓库里动手。现在这些人全部被杀死，你觉得他做了什么？爸爸，梁文辉，他确定在仓库里吗？警方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场烧得非常的严重，我估计现在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尸体也难了。这么热闹，妈妈，大家都在。对。我的女儿为什么哭啊？啊，怎么哭成这样子啊？啊，天丽，我的宝贝女儿，天华，怎么了？妈妈，莹莹，你应该还没吃饭吧？来，我陪你回房去。这就乖了啊，这就乖。你就这样找阿弟的头？你胡说什么？阿弟他是意外。我没有胡说，是你。不要胡闹了。不要碰！来，该是时候吃药了。不要碰我！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吵了！爸爸，你干嘛？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你也一样。今天大家都不好过，都回房去吧。你不要碰我！走开！走开！爸爸，不用了。天华，不可以！天华。是你害死阿弟的，我知道是你。阿弟，你不是已经睡着了吗？阿弟，你对阿弟做了什么？阿弟在帮你放水的时候，不小心溺水了。我不要。
是你杀了他，不是溺水。那又怎么样？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疯子说的话。小少爷，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房休息？我看到你今天早上那么伤心，我来看你。你为什么喝酒？你跟阿弟一样，肚子里有小孩吗？你为什么会这样说？阿弟之前跟你一样喝酒，说喝多一点，看肚子里的小孩会不会不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就是他在浴缸里死掉的那天。36、37、38、45、46、47、48、49、50。你这是想知道鲸鱼离开了水还可以活多久？这样还不如试试人可以在水里多久不用呼吸，至少人懂得怎么喊救命。你把你的头放在里面，我数。好，我放，你算。1、2、3、4、5、6、7，我数到34。阿弟跟金鱼一样，后来他不动了。45。我看英英她这2天的状况，不能再等下去了，要马上动手。这件事情你必须自己做。我怀疑珍珠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可是你不是说要让少爷觉得太太的状况很差吗？顾不了这些了，趁着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文辉的事情上，尽快解决。是的。太太，该喝药了。太太，请喝。来，我知道你是在帮先生下毒。先生，对不起，只是太太现在的状况，我一个人真的很难做到。
明天阿慧会带天琪去参加活动，我安排天华回去公司帮我看货，你就帮我把老许还有珍珠支开，我自己动手。怎么了？该不会是动摇了吧？没有。你得想想你的儿子，他得了那种病，如果没有了你，恐怕也很难存活下来。不过你放心，明天事情完成之后，我承诺你的1分也不会少，你就可以跟你的儿子好好的生活了。谢谢先生。太太，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因为你孩子生病需要钱，所以你才帮他的。找我什么事？你应该越来越清楚，你爸爸是怎样的人了吧？我可以证明，他想杀死太太。怎么可能？就算是我爸爸害死文辉，他也不会狠心到对自己的家人下手。难道你没发现最近太太的状况跟你刚回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吗？芳姐一直帮你爸爸为太太喝一种加了曼陀罗花的汤药，这种花一般用来作为麻醉剂，微量可以导致昏迷，量多就会致死。我发现这件事后，很多次帮太太倒掉那些汤药。结果太太的精神状况明显好了很多。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给我放手，放手！出去外面把关。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的父亲。当初就是因为他骗了我，才娶了你这个跟你妈一样的疯子，我才会这样子对你的。太太，你为什么杀死太太？阿弟，也是你。你真想知道吗？好啊，我就成全你。自从知道英英有遗传性的精神疾病，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脱离英英爸爸的势力范围。先生，我听到声音，需要帮忙吗？刚好，
他舅舅在新加坡留下这些产业给他，我就骗他，说要和他一起来这里，重新开始。太太睡着了。我开始用药物控制他，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彻底疯了。如果一个疯子意外身亡，我就是那个终于得以解脱的可怜丈夫，不是吗？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太太的这对耳环作为信物吗？真的送给我？至于像阿弟那种女人，我也只不过是玩玩。谁知道她怀孕了，还妄想我娶她。当玩具不乖的时候，销毁它就是最好的方法。爸爸，你在做什么？珍珠，珍珠，你杀了她？不过是个女佣罢了，杀了她那又怎么样？妈妈呢？你对妈妈做了什么？妈妈，放开我！妈妈，放开我！妈妈！先生，快过来帮忙！先生，快点停手吧，不要再拖下去了。你干嘛？先生，你听我说，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拖下去了。你走开！父亲，你去死吧你！你们就不能让我安静的休息吗？爸爸，爸爸，爸爸，你做了什么？爸爸，爸爸，你怎样？这个人不是我们的爸爸，他想杀死妈妈，甚至想杀死我。疯了吗？赶快去找医生！你没看到爸爸在流血吗？你自己说啊！你竟然可以为了钱想杀死妈妈！你胡说！你没看过爸爸这几年对妈妈有多好，是妈妈一直在逼爸爸。是他们欺骗我，要我娶个疯子，我要他们付出代价。那文辉呢？我根本不在乎他，被日本人炸死，活该，活该。我不相信，你是在骗我的，对吗？太太，少爷，这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事，
辛苦你们了。现在我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公司的事也处理的差不多。我想带我妈天理和天齐回缅甸。这里是你们还没结算的工资，另外我各给了你们半年的薪水。谢谢少爷。谢谢。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接替的工作，生活上不会有问题。谢谢少爷和太太。谢谢少爷和太太，多给我们这么多的钱，谢谢，谢谢。少爷，太太，让我留下来，送你们离开。不要觉得对不起，我现在很开心，自由了。太太，你要保重。